清晨5点，赤坎老街上，马三姐的早餐店开门了。大伙儿各司其职，先抓紧处理食材，等待客人上门。最早的一批客人大多是学生，这里的早餐是从小陪伴他们长大的味道。马三姐的早餐店开了20多年，早就成为街坊们每天开启味蕾的第一站。除了肠粉、豆浆、油条等传统早餐，店里还有不少海鲜特色菜。生猛活泼的跳跳鱼，搭配牛肉、猪腰、鸡子儿等做成滋补汤，营养丰富，口感浓郁。招牌菜海鲜捞粉是马三姐自己琢磨出来的。顾客在泥丁、象拔蚌、海螺、鲜鱿等10几种海鲜中任意挑选。热锅下油，先下配料，再翻炒海鲜，加上米酒去腥，加水焖煮，然后再加入独家秘制酱汁，一股浓香钻进鼻孔。炒熟的海鲜浇到米粉上，一碗汇聚湛江海鲜精华的捞粉上桌了。自从一部在此拍摄的网剧《隐秘的角落》走红，马三姐的海鲜捞粉变成了网红美食。节假日，很多游客慕名而来，体会在海滨城市里早餐便吃海鲜的豪横。马三姐坐镇唯一主厨，更是忙得不可开交。但无论如何，她每天总会抽出时间到水井边上陪街坊们聊聊天。泥井冇錯，泥井夠大條。今日要表揚你個泥井。多謝你啊！青椒再放多啲，可能仲好。我哋屋企啲小朋友去讀大學回來都要指明來呢度食早餐㗎。20年咯，差唔多有。啊咁證明我哋都識得20幾年啦。街坊嗌你啊，4歲人。20多年的早餐店生涯，马三姐永远忘不了的是街坊们在她刚开店的时候对她的鼓励和帮助。非常之好呢度嘅街坊，交心啊，好交心，熱心。啱嚟開檔嗰陣，呢個檔口係冇水嘅，冇水冇電，佢哋都好幫。俾你接水啦，俾你接電。初時創業好更新啊，有啲減速。啱開店，一天嘅盈利係80蚊。後尾得啲老街坊啊支持撐啊，味道跟住好咧就嚟幫襯。除了马三姐的早餐店，赤坎老街上的老字号比比皆是。流行了几十年的街边小吃依然深受欢迎。学生时代最爱吃的牛杂，还能与朋友分享。开了半个世纪的老咖啡店，认识几十年的老友们还在每天聚会。年轻人在外闯荡，回归老街开的新咖啡馆，老街坊们也爱来坐一坐。在韶关北边的平石镇，昼夜温差大，种植无花果已经有400余年的历史了。7月，何少波的果园也迎来了收成。
无花果娇贵，经不起挤压和擦伤，如同婴儿般需小心呵护。小时候有这个甜蜜的记忆，晒的时候就天天盯住它，每天过去吃一块。那个果干还并没有完全晒好的时候，已经被吃完了。带着对无花果的念想，在广州工作20年的何绍波，2017年回家乡投身农业，带着当地农户一起搞起了种植。无花果种好又特别难，下几场雨它可能就裂了，或者是说甜度达不到。经历各种天气影响，反复试验，今年产的无花果个大圆润，糖度最高可以达到22度，外皮都挂着粘稠的糖汁，咬一口，无数小种子在口中噼啪炸响，就像是吃着一个糖包子。不同品种的无花果，外表内里颜色皆不同。相同的是，为了躲避昆虫，无花果将自己的花朵隐藏在花托中。轻轻打开，孕育了一肚子的甜蜜，便争先恐后地破炸而出。摘下来的无花果极易氧化，切开后，不添加糖和其他调料，直接烘干。看似简单粗暴，却最能保留原味儿。在55度的温度下风干24小时，湿度达到了20度左右的时候，就算是烘干完成了。制作好的无花果干，因为不加糖，吃起来没有那种糖精的齁甜，独属于水果的芳香干裂，让人一吃就停不下嘴。无花果的美味难以抗拒，放暑假的孩子们期待这份甜蜜也已多时。也许多年以后，他们也会像何绍波一样，时时想起小时候家里的那棵无花果树，想起无忧无虑的甜蜜童年。除了水果带来的甜，糖在零食中的应用更广。街头的糖画将味道和艺术趣味相结合，总能吸引小朋友的围观。小猪背骑下骑下的，老哥哎，老哥。许多人的童年，或许都有过一小块冰糖含在嘴里，感受单纯的甜味儿，慢慢化成幸福的味道。在自古种蔗产糖的潮汕地区，零食喜欢以糖为主料。汕头街头，一种叫糖葱薄饼的零食，更是每个本地人从小到大不能忘却的香甜。每年10月，广东天气转凉，揭阳普宁的陈俊辉家就开始忙碌起来。雪白的糖葱被装进一个个超过20年的饼干孔，送往周边地区。糖葱单吃甜腻，本地人喜欢撒上芝麻、香菜，用带点咸味的薄饼一卷，更能衬托出糖葱的甜。糖葱薄饼最早起源于汕头潮南区。古时候，小孩第一天上私塾，得带上糖葱去祭拜孔子，寓意着聪明。明代万历年间，糖葱薄饼渐渐在整个潮汕流传开来，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。先落水，然後呢就落白湯，做夾風整後就開始落白嘅湯。62歲的陳俊輝家世代做糖葱，從曾祖父那一輩算起，現在傳到他兒子這兒已經是第5代了，算得上是潮汕地區現存最古老的糖葱店之一。熬糖45年的他，
练就了一手绝活。硬最主要就汤要防酥，嚟食我感覺那一個湯嘅會好夾，最關差唔多8、5個度，但這個水起碼都是要2個多啲先好。哦。煮好的糖浆倒入广口锅中，迅速旋转散热，同时利用离心力推拢，挤压出糖浆里的气泡。转锅，翻糖，直至成为糖块，就到了制作的关键环节——拉糖。不断重复拉打，空气被包含在糖里，蜡黄色的糖块最终变成了乳白色。取下摔好的糖，放在炭火上焙软。下一步是最重要的合孔，次数也有讲究，必须是8次。多一次少一次都不行。最緊就是要落至一杯啦，這個手嘅技術咧控制住等幾溫，大水甲食去高煲炒汁幾好做嘅，等幾好食。合孔完成，切成块儿，白糖葱才真正完成。整个糖葱的加工经历13道工序，既是一种把握温度的艺术，也是一个跟温度赛跑的过程。做好的糖葱外表光泽如绸缎，拉糖合孔时空气进入，让每一块形成16个大孔，每个大孔周围围着16个小孔，看起来像很多个白色的葱孔聚集在一起。也正是这些小孔，让糖葱异常的酥脆。糖葱洁白无渣，入口松软如卧雪，但吃的时候会有糖碎，所以饼皮登场了。薄饼不用擀，制作时一手拿着软面团，往热锅底轻轻一抹，薄面层瞬间凝固成饼。等边上微微翘起，另一只手马上掀起薄饼，一抹一收，一掀一放，饼皮出炉不过20秒。软糯的饼皮包裹着酥脆的糖葱，忙碌一天吃上一口，这份香甜总能给这一大家子带来治愈。在糖果制品应接不暇的今天，糖葱更像是一种乡土糖果。这些年，这种传统手工美食的老味道渐渐被人遗忘，做这种买卖的人也少了。但陈俊辉仍旧希望这份甜蜜的事业能一代代传下去。和潮汕人钟爱甜食不同，地处梅州大步县东部的柏侯镇，一种流传200多年的薄饼，裹的馅料却是荤素搭配。不过，柏侯薄饼功夫在皮不在馅儿。清晨的柏侯，走进任何一家薄饼店，都能听到砰砰砰的响声。师傅在圆形木盆里，把高筋面粉加上少许盐水，用力揉搓，揉上40分钟，等面团软韧粘结后，抓起来，重重地摔在木盆里，重复100来次。师傅们凭着手掌内力，一下一下捶打，空气注入面团，饼皮变得软韧。
这时候，快速将面团放在热炉上，一张薄如蝉翼的饼皮就完成了。整个过程犹如一场表演，常常吸引路人驻足围观。饼皮包裹的馅料以炒制的瘦肉为主，辅以豆芽、豆腐丝，看似仿佛一条手帕卷成的小筒，其貌不扬，实则内容丰富，暗藏玄机，因此又得名锦囊藏宝。咬上一大口，肉汁香浓，豆芽松脆，饼皮又薄又韧，总能让路过的人食指大动。地处内陆的梅州，与肉类相关的美食占据了多数。当地流传300多年的五香牛肉干，一直占据本地零售店的 C 位，可见肉食爱好者对它的喜爱，亦可见人们在牛肉上所下的苦功。每天天刚亮，柏侯侯南村的杨振兴都会赶早出门，驱车到镇里买牛肉。新鲜的牛肉呈深红色，特别是牛臂肉，筋少肉多，是杨振兴做肉干的主要材料。为了吃起来口感纯粹，切肉前要给牛肉进行解衣，先去除筋膜和脂肪。因为那个筋肉非常的不好吃，烤起来会很硬，影响了口感。片肉的过程极其考验功夫，顺着纹理下刀，要保持肉片薄而不断开，厚度在3到4毫米。手艺高超的师傅可以把原本不大的肉切成大块肉片，这是机器替代不了的。这门手艺传到杨振兴这里已经是第4代，在杨振兴父亲的记忆中，牛肉干还是以前有钱人家才能吃得上的零食。那时候华侨是比较有钱的嘛，还没有改革开放前，人的生活水平都是比较差的，一般的人是吃不起牛肉干的，有做的时候就偷偷吃一点点。花椒、八角、肉桂、茴香、丁香等香料磨成的粉末，加入精心切割的牛肉，调以适量的鱼露，充分搅拌。调料与薄肉片相遇，香料的味道渗入牛肉纹理之中，去腥提香。首先呢，要先把火给烧旺，烧到没有烟的时候，这样子烤出来的肉干才没有烟熏的味道。与调料拥抱一整晚的牛肉，一片片在特制的烤网上舒展开来，等待温度的加持。1斤牛肉大概能够烤出3两的牛肉干。第一次烤的时候是用旺火，然后烤到40%左右干度的时候，翻转过来用文火烤。肉片在热力的作用下，慢慢变熟回缩，调料的香气在炭火的热情面前与牛肉融为一体，味道愈加丰满。很香哎！
制作的最后一步，还得把肉干放在铁柜式烤箱中慢火烘烤4小时，直到牛肉干水分含量只剩6%。做好的牛肉干色泽棕黄泛红，咸甜适中，酥润可口，保持了牛肉耐嚼的口感。不仅是本地人最爱的零食，更是在外打工的人最想念的家乡味道。本地人与亲人朋友聚会时，桌上零食总少不了百侯牛肉干。纯手工的制作也就决定了牛肉干的生产数量。虽然赚不了多少钱，但一日3餐都在家人身边，杨振兴已经觉得很满足。吃块牛肉干就搞事情接他。在零食领域，能给人们带来饱腹感的，除了肉干，坚果也必须有一席之地。这几年，零食的定义也发生了变化，有一些甚至可以取代主食，为人体提供每日必需的能量。每年9到10月，到了夏威夷果收成的日子，王国朗都要往广西跑。开花是1到3月份嘛，变成果子是4月份嘛，长到7月份的时候，就差不多固定这么大了。这种外皮青绿的果子，并非原产于夏威夷，其实原名叫澳洲坚果，因为美国人在夏威夷广泛种植而被人熟知。由于含油量高达70%，尤以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为特点，又被称为世界坚果之王。100多年前，夏威夷果漂洋过海来到中国，开始在我国云南、台湾地区扎根。温度比较高一点的地方，不能有下雪的地方。5年前，在东莞做五金生意的王国朗，在广西朋友的介绍下，将信将疑地开始了农夫之旅。那年是山竹那年吧，吹倒了应该有100几十棵吧，那个是6年的树，重新来过，又等6年哦。夏威夷果树育苗长达3年，树苗移植后，还得种到第4年才挂果。这样的生长周期可吓退了不少想试水的人。好在结果后产量将一年年递增，坚持下来，王国朗也算苦尽甘來。而家你種嗰啲堅果長成點啊？飲味施肥啊，除草施肥啲咁咯。有了经验后，2018年，王国朗又筹了一笔钱，在老家罗定承包了一个山头，再次开始了枯燥且漫长的坚守。夏威夷果收成后，需要完成原始加工的第一步，依靠机械来去皮。每年收成季，这里的夏威夷果堆成小山。不要小看这一颗颗小果子，个头不大，可重量不轻。每天收果都有上万斤。去皮后的夏威夷果需要在阳光下晒上5天，好让果壳与果仁分离。所有坚果最硬就是这个果了。如果没有打开的情况下，像这样哈，我们晒得够干，可以放1年以上。
如果他们打开切开的那种，因为它含油率太高了，1个星期不到就会变质。夏威夷果棕色坚硬的外壳在烈日下像极了一堆巧克力。果粒越大的果子，生长的周期越长，里边富含的营养成分也更高。刚采摘的夏威夷果水分较多，果肉呈白色，吃起来有淡淡的椰子香，口感清脆。晒过后，油脂被唤醒，又转而释放出柔和奶油香。如果光靠日光浴来让夏威夷果催生裂缝，便于剥开入口，估计得苦等上数月。所以要去除坚硬的外壳，还得靠机器来驯服。在锋利的刀片下，每个夏威夷果都多了一道均匀的缝隙。等洗净烘干，用特制的铁片轻轻一掰，果仁便破壳而出。为了满足顾客多变的味蕾，夏威夷果会制成不同的口味。炼奶与糖水调开，将夏威夷果倒入浸泡，等入味后再捞出烘干，奶油味的夏威夷果便制成了。好气化。如今，夏威夷果种植技术日趋成熟，顺利的话，年底王国朗的前期投入就可以慢慢收回了。等新一年丰收时，王国朗希望能带着更多家乡人加入进来，把这农夫生活过得更加香甜。对喜欢烘焙的许秋硕来说，夏威夷果直接吃太单调，做个简单的网红夏威夷果脆脆当零食再好不过了。打发好的蛋白，分次加入融化好的黄油，再与可可粉滴进面粉融合，搅拌到无面粉颗粒，便可装入裱花袋了。鸡蛋、面粉、黄油，在秋硕的巧手之下改变形态，成为面糊。烤制1分钟，点缀上夏威夷果，再次烘烤15分钟。蓬松的面糊变得脆口，从馄饨一片摇身一变成为精巧且酥脆的味蕾享受。秋硕现在自己经营着一个烘焙工作室，每个星期会将制作好的饼干、甜品送到预定客户的咖啡厅。你睇下，呢度100包，下邊有100包，跟住每包係2片嘅，太多。8年前，从事广告行业的秋硕初次接触烘焙，在这个琳琅满目的世界中，发现这才是他的兴趣所在。没有经验的秋硕，做烘焙全靠自学，3分靠天分，7分靠勤奋，常常一头扎进鸡蛋面粉里就是一整天。我刚开始做的时候，也会就是那个蛋糕也是会发不起来，是实的，里面是很硬的那样子。然后当时做第一个蛋糕卷完之后，就很像那种蚊香，硬邦邦的那种蚊香。做甜品要耐得住性子，制作一款创意饼干，更要扛得住过程的枯燥。饼底做完后，
征程才刚刚开始。烘焙制作考验的是细心，成功与翻车往往就在配料调配时1小克的差距。光是要制作出流动性合适的糖霜，邱硕都历经无数次失败。一直觉得做这些糕点是很漂亮、很美好的事情。我自己小的时候都会喜欢画画啊、美术的一些东西，然后我觉得能把吃的东西也做得很漂亮，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。结婚前，邱硕有一家自己的甜品店，后来忙不过来就关掉了。有了女儿之后，邱硕转为在家捣鼓有意思的甜品。女儿属于敏感体质，自制零食可以把控材料和用量，吃起来也更放心。2个一起。粉红色的，只要粉色的。在家全职做烘焙，女儿耳濡目染，也成了小帮手。今天，邱硕要做一款女儿最爱吃的棒棒蛋糕。把泡打粉跟这个混合。我们把小的混合在大的里面吧。哦，对。我做的时候都会带着它一起，就是不要把它当成是另外一件事情或另外一个负担。就是我觉得我的事情他也可以参与进来，他的事情我参与进去，这样子的话就也不会说觉得说很辛苦或怎样。小心烫啊，那个门。动手的过程孕育着期待，隐藏着惊喜。母女俩的感情也在互动中越来越甜。悄悄的，晚上睡觉前在你耳边讲的，他说：“我最喜欢的人就是你了，然后什么最爱你了，什么什么的。”不要说这个，嘘，不要告诉别人。女儿不仅贴心，更是邱硕最捧场的时刻。每次蛋糕一做好，瑶瑶就迫不及待地吃上了。好可爱哟！我能不能现在吃呀？你现在吃啊？可以啊。温暖的冬日，邱硕约上闺蜜一起野餐，自然少不了带上自制的零食。甜点收获的由衷喜爱，让邱硕心中充满了成就感。把兴趣变成工作，腾出更多时间陪伴女儿，正是邱硕现在所追求的美好生活。吃饭的目的是果腹，吃零食的理由却五花八门。零食的魔力往往在于吃下的那一刻，熟悉的香气接通了脑海中某个久远的记忆，往昔的美好便浮现在眼前。一次偷吃的喜悦，一份努力得来的奖赏，一段与亲人相聚的美好时光。很多时候，对某种零食的热爱并不仅仅源于它的美味，其中蕴藏的情感和回忆，才是我们对它念念不忘的真正理由。